一场来势汹汹的捉奸行动造成一死一伤，全职太太捅死高管丈夫，留下年幼的一双儿女。爷爷奶奶来接管孩子，却被索要天价赡养费。一起由跨国婚姻崩塌而引发的血案，两个无辜的孩子沦为一场荒诞闹剧的人质，被无情拉扯，画地为牢。今天这期节目心脏不够强大的朋友，请选择性观看。2017年3月20日，星期一，上海的春天悄然而至，空气中却仍然残留着料峭的寒意，整座城市笼罩在细密的春雨中，灰蒙蒙的天从早到晚就没换过脸色。晚上8点多，浦东金桥一栋高层公寓楼下，3个女人匆匆赶来，电梯叮的一声到达顶层，走在最前面的女人拉了拉肩上的背包，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敲门。开门的是一个穿着家居服的英国男人，叫 Michael Simpson。他看到站在门口的女人时愣了一下，尽管那正是他的妻子傅薇薇。还没等 Michael 反应过来呢，傅薇薇已经带着2个朋友闯了进去。屋里很安静，茶几上放着2只还冒着热气的马克杯，沙发上呢丢着一只女士包包，空气中有一股陌生的香水味儿。傅薇薇目光一扫，神色瞬间冰冷。他人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他的2个朋友也跟着推搡 Michael， 指责、质问、起哄，屋里顿时乱作一团。就在这时一个女人从厨房走了出来，她披着长发，五官清秀，围着一条围裙，看样子是刚做饭出来。来了，她就在这儿呢！傅薇薇的朋友大喊一声，立马举起手机开始拍视频。他们原本是打算捉奸现场来取证的，好好羞辱一下这个小三儿，但是接下来的发展彻底失控了。傅薇薇看到那个女人之后，猛地从包里掏出一把刀，冲上前去，朝她的手臂狠狠一划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那女人尖叫着倒地。Michael 惊慌地扑过去，一边抱住她，一边用手压住伤口止血，疯狂地喊道：“快叫救护车呀！”看着丈夫拼命地保护另一个女人的样子，傅薇薇脑子里像是有根紧绷的弦，啪的一声断掉了。她趁着对方全神贯注救人的时候，高高地举起了刀，狠狠地刺了下去。1刀2刀，每一刀都像是在发泄，像是在审判，直到其中1刀直插进 Michael 的脖颈，几乎没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，他身体骤然一僵，像断电的机器一样重重倒在地上，鲜血染红了整片地板。前来助阵的2个朋友看到这场景全傻了，这哪是什么社死现场直接变成命案录影了。反应过来之后赶紧上前拉住傅薇薇，并且报了警。傅薇薇呢，这个时候手一松，刀掉在了地上，整个人像是瞬间没了力气，一屁股瘫坐在地。警察呢很快赶到了，抓人几乎没费什么劲儿，但没有反抗，甚至没有试图逃跑，凶器还在他脚边。这就是整个悲剧的起点乍一看呢，这是一场婚内捉奸引发的悲剧，妻子撞见丈夫和第三者共筑爱巢，情绪失控，最后酿成血案。但事实远比表面复杂得多。傅薇薇和 Michael 的确还没离婚，但他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。2年前他们就达成了分居协议，案发时他们正在推进正式的离婚流程。这几刀与其说是捉奸引发的血案，倒不如说是长久积怨的总爆发，是失控者对失控的生活最后一次疯狂的出击。要真正了解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，还得从8年前他们的相遇说起。那时候他们2个人都还很年轻，一个呢是刚到中国旅行的外企高管，一个是门店里最会销售的员工。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起点，却在命运的安排下有了交集。2009年，英国最大的服装零售企业之一 Next 正在中国扩张市场，总部派来了一位年轻的外籍高管，接手中国区线上和门店的全面运营。他叫 Michael Simpson， 还不到30岁，就已经成了中国区的总负责人。Michael 呢，履历漂亮，谈吐不凡，是典型的英伦精英。彼时的傅薇薇在 Next 一家门店里做销售，20岁出头，风华正茂，青春洋溢。那天Michael 例行巡店，就走进了他所在的门店。作为当班销售，他被安排接待这位英国领导。对于眼前这个西装笔挺、气质温和的外国男人，他一点也不怯场，热情地介绍着店里的情况。讲完后还冲 Michael 眨了下眼，笑着问：“你听得懂吗？” Michael 回答：“一点点，翻译帮我补上了。”他嘴一撇，半开玩笑半撒娇地说：“那你得多来几次了。”一句轻描淡写的调侃把 Michael 逗笑了。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，这个女孩的活泼可爱、自信幽默让他印象深刻。说回故事
回到办公室之后呢，Michael 特意查看了微微的绩效表，发现销售额和客户满意度都非常高。之后的几次培训会，他总是点名让他上台分享销售经验。微微讲的呢生动有趣，台下员工常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 Michael 也跟着鼓掌。就这样，两人的互动越来越多，联系也越来越频繁，渐渐的呀，就从约午餐变成了约晚餐。Michael 也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漂泊在异国的外乡人，他开始习惯有人惦记晚饭，提醒添衣，渐渐的有了家的感觉。而微微呢，也不单单是门店里的销售，她悄悄地走进了这位外企高管的私人生活。没过多久，傅微微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对于这个意外到来的新生命， Michael 欣喜地接受了。2010年11月，儿子 Jack 出生，两人奉子成婚。那一天啊，傅微微穿着婚纱，抱着小小的 Jack， 站在 Michael 的身边，笑得很幸福。她不再是城市底层的打工妹，所有人都叫她 Simpson 太太。婚后啊，傅微微索性辞掉了工作，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。Michael 的收入不错，一家人住在高级公寓里，环境优雅，生活宽裕。他的朋友圈开始变得精致起来，晒孩子，晒包，晒下午茶，俨然一副有钱有闲、岁月静好的富太太模样。显然，故事到这儿呢，就不会就此结束的。现实社会里哪有这么多灰姑娘式的 happy ending 呢？真实情况是啊，在他们牵手的那一刻起，裂痕就已经埋下，一场风暴早已悄然酝酿。其实啊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两家看好。傅微微的父母觉得 Michael 根本就没按中国的规矩娶媳妇儿，没有彩礼，没有三金，到底是他外国人不懂事儿，还是没把他们放眼里呢？但是女儿都已经怀孕了，那还能咋办呢？另一方面啊， Michael 的父亲 Ian 也有些担心，他没有明确反对，但是话里话外都在提醒，结婚太仓促了，彼此了解太少了，成长的环境太不一样了，你不要恋爱脑啦。这担心呢也的确没毛病。 Michael 来自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，父亲曾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，母亲喜欢艺术，家里有藏书，有保险，有教育基金，周末郊游，假期旅游，一家人会一起看球赛，圣诞节会互相写卡片，是一个讲规则、讲理性、讲长期主义的家庭。 Michael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一路精英路线，从优等生读到顶尖大学，毕业时呢又凭借高绩点进入 Next 总部工作。他工作认真，也重视家庭生活和仪式感。而比他小5岁的傅微微则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。他出生在湖北襄阳市的南漳县，一个巴山半水半丰田的山区小镇，曾被列为省级贫困地区。父亲靠摆摊修自行车为生，母亲务农兼打零工，家里收入微薄，观念守旧，还有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。这样的家庭谈不上假期规划，甚至缺少公平的概念。家里2个孩子渐渐长大，却只能供1个孩子上学，这机会自然是落在哥哥头上。初中毕业后啊，16岁的傅微微就背包离开家，开始了打工的生涯。开始几年呢，他做了很多底层的工作，端盘、洗碗、美容按摩、打扫卫生，大好的青春就在后厨的油烟、出租屋的潮气和老板的训斥中消磨掉。这样的他只能想到明天去哪儿打工，下个月还能不能交得上房租。但也就是在这样的摸爬滚打当中，他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事，能敏锐地判断出客人的情绪、实力，是随便逛逛呢，还是准备刷卡。因此啊，他在销售岗位上开始如鱼得水。或许在 Michael 进店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看出这个人是事业的拐点，人生的捷径。婚后啊，两人确实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，但很快三观上的巨大差异就开始显现。成为全职太太之后，傅微微彻底松了一口气儿，她不用再看谁的脸色，不要再为下一份工作焦虑。可与此同时呢，她也似乎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重心，整天玩手机，疯狂买，其他的事一概不上心，家里乱了也懒得收拾，照顾孩子也不尽心，日子过得越来越散漫。在 Michael 眼里啊，这个女人已经不再是他当初认识的那个积极上进、活泼开朗的姑娘了。现在的她更像是一个刚刚掌握了银行卡密码的叛逆少女，一腔欲望，但全无责任感。婚后第一次带傅微微回英国过圣诞节， Michael 本想着让老婆和自己家人培养感情，但是整趟旅程啊，傅微微几乎全程低头玩手机，和亲戚们零互动，就连照顾孩子的活也全落在了 Michael 一个人身上。父亲一眼对 Michael 抱怨道，他都25了，怎么行为和心智像个16岁的小孩呢？太任性了呀！这让向来重视家庭关系的 Michael 感到格外的尴尬和失望，他开始动摇，
这个女人是不是压根不理解家庭这2个字的含义呢？不仅如此啊，Michael 渐渐发现傅薇薇不仅情绪反复无常，还有明显的暴力倾向。他最后一次带他回英国探亲，父亲Ian发现儿子额头上有个伤痕，追问之下 Michael 才告诉他，那是一次争吵的时候薇薇用盘子砸的。Ian 听完之后啊，沉默了几秒，或许你真的应该考虑离婚了。2013年，女儿 Alice 出生，可是夫妻关系却没有因此而缓和。除了时不时的情绪爆发和肢体冲突，他们始终找不到一套能够好好相处的节奏。曾经还能聊聊工作的俩人啊，现在连话题都成了稀缺资源。Michael 呢，满脑子是公司战略、教育理念和退休账户，而薇薇则忙着研究哪家咖啡店新开业了，哪家商场打折力度最大。一个呢讲究规划，像在铺一条稳稳的轨道，而另一个呢随心所欲，就像坐在云端看星星飞行。同一个屋檐下，像住着2座孤岛。当热恋的炽热冷却，生活就成了一地鸡毛。恋爱脑下线的 Michael 只想着注销账号退出剧情，可是偏偏像系统卡了 bug， 卸载失败还不断闪回。他修不动这段感情，索性就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在孩子身上，对薇薇视若无睹，连眼神都懒得分一个。薇薇被冷落的心烦意乱，尤其是 Alice 上了幼儿园以后，家里头静得像空壳，没人跟她说话，没人需要她，她感觉自己就像空气，透明的不能再透明。其实啊，这段空下来的时间本可以是一次机会，她完全可以学点英语，修补和 Michael 之间的关系，也可以去报个兴趣班嘛，提升一下自己的同时呢，也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但她根本没往这方面想，反而越来越频繁的往外跑，夜店买醉，刷卡消费，想用这些短暂的刺激来填补内心的空洞，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。终于裂缝越拉越大，到了2015年 Michael 再也忍不了了，摊牌提出离婚。毫无悬念的薇薇拒绝了。在他眼里啊，就算是天天吵得鸡飞狗跳，他依旧是朋友圈里最体面的人啊。外籍高管太太，儿女双全，老公长得帅还顾家，是标准的人生赢家。可离了婚，他就从嫁了洋人的风光女儿，变成被老外甩了的可怜女人啊！这个落差，他死活咽不下。可这一次 ，Michael 不像以前那样软了，他态度坚决，话说得明明白白，先分居，我出钱给你租房，每月生活费1分不少，孩子呢我带，但是你可以定期来看。微微沉默了一晚上，最后咬咬牙答应了，但心里都明白，这所谓的分居啊，不过是各自谋局的权宜之计。Michael 这边呢，咨询过律师，按照中国的婚姻法，分居满2年就能作为感情破裂的有力证据。他打的算盘就是用钱买平静，2年一过，干净利落的走人。这段婚姻就像是一场投资失败的项目，他想止损。而薇薇呢，却完全想得相反。在他看来啊，只要那张离婚证还没落地，他就还是她的老公，这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他甚至觉得呀，这段分开也许能够变成一次重新校准的机会。男人嘛，失去了才知道疼，说不定哪天啊自己就回来了。所以啊，即使分居2年了，他的 Facebook 名字从来都没改，依然是薇薇 Simpson， 感情状态写的也清清楚楚 ，married。他一边咽着委屈，一边紧紧握着那个还没盖章的希望，他压根不打算放手。分居后 ，Michael 整个人明显轻松了不少。从2016年开始，他在社交平台频繁的晒照，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带孩子出门游玩的照片，公园、迪士尼、圣诞回英国老家探亲的合影。儿子到了入学年龄，他特意把他送到了上海最好的国际学校。看起来啊，他从过去那段混乱的婚姻中彻底抽身，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。而另一边呢，薇薇也过得不赖，不上班也有钱花，不用带娃，也不用看男人的脸色，每天吃吃喝喝，逛街做脸，朋友圈的精致女人日常从没间断过。从表面上看啊，2个曾经拧巴成团的人，现在各自安好，分开反倒成了一种体面的解脱。然而啊，这段看似风平浪静的日子，在2017年3月20日这天被打破了。就在案发前一天，薇薇还像往常一样接孩子们出去过周末，她还拍下了儿子画的画，传在 Facebook 上，秀了一把母子温情时光。第二天一早呢，她照常把孩子送回 Michael 那儿。可这次刚进门啊，她一眼就看到了客厅沙发上那个包，款式精致，颜色有品，不是她的，也不属于孩子，这是入侵的信号啊！她愣住了，空气仿佛凝固了3秒钟。那个瞬间，她就意识到
有别的女人来了。这个女人叫林静，也是 Next 的员工。她有海外留学背景，和 Michael 一样是国际范儿的思维模式，说话有趣，个性开朗，既知性又不做作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和 Michael 聊得来，是真的聊得来，不是那种硬凹话题的应酬，而是你一言我一语，节奏对得上，频率对得稳。慢慢的 Michael 对林静产生了好感，开始主动靠近。他没有隐瞒，坦坦白白地告诉林静，自己和妻子已经分居2年，离婚也在走流程。2016年圣诞节前后，两人正式确定了关系。到了2017年1月底，他们干脆搬到了一起住。也许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分居意味着感情上的终点站，法律上的形式只是迟到的手续。在那样的文化语境中， Michael 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他自认为早就是自由身了，开始一段新关系合情合理呀。但他忽略了名分在他现在所处的这片土地上，可能不只是法律的冰冷文件，它是身份，是面子，是女人心里最后的底线。其实早在2017年年初，傅薇薇就隐约听说了 Michael 交了新女友，但那只是传闻，模糊而遥远，在他心里呢，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。直到他这次亲眼看到沙发上那只陌生的女士包，那个第三者的形象一下子就具体了。他不仅存在，而且登堂入室，明目张胆地取代了他辛普森太太的位置。原本心里残存的那一丝幻想，也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碎。他终于明白，两人之间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傅薇薇浑浑噩噩地出了门，去找闺蜜倾诉。可是呢，闺蜜听完却脱口而出：“你俩不是还没离婚呢吗？他算哪根葱啊？不就是个小三儿吗？”这句话呀，提醒了傅薇薇。对呀，在中国，甭管分居几年，只要没有离婚证，他们就是合法夫妻呀。那个女人就是实打实的小三儿，而她是原配，是受害者，不仅有资格过问，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补偿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Michael 不仅没有愧疚，反而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小三面前，就像护着什么珍贵的东西。那一刻，傅薇薇彻底崩溃了，所有的委屈、不甘、愤怒、屈辱全涌上心头，像决堤的水坝，再也控制不住。于是就发生了咱们视频开头那血淋淋的一幕。命案发生之后，警方迅速封锁了现场，楼下是刺眼的警灯和围观的人群，讨论声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。而楼上 Jack 和 Alice 兄妹还在房间里熟睡，他们不知道几个小时之后，父亲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，母亲被戴上手铐带走。就在他们毫无知觉的一觉之间，家没了，爸妈也没了。没过多久两个警察悄悄走进他们的房间，把他们叫醒，一左一右牵着他们走出家门，什么都没说，没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，没人解释爸爸去哪儿了。孩子们穿着睡衣被带上警车，坐进一个陌生的空间，面对一群陌生的大人，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彻底脱轨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， Michael 的父亲伊恩接到了林静发来的一段语音消息，音质模糊，语气慌乱，背景嘈杂，能隐约听到 Michael 的声音，像是在吵架。他一开始没当回事，以为是俩人喝多了，就没放在心上。直到几个小时后，另一个儿子打电话进来，声音低沉颤抖，说林静从医院确认了 Michael 死了，被薇薇杀了。伊恩瞬间懵了，太太琳达的脸色惨白，俩人什么都顾不上，连夜收拾行李飞往上海。当他们终于见到 Michael 冰冷僵硬的遗体时，心像被生生的撕裂。可是还没来得及好好的哭一场，就被另一个恐怖的事实击中，孙子孙女不见了。警方告知伊恩夫妇，在 Michael 遇害的第2天，两个孩子就被傅薇薇的哥哥傅国军带回了湖北南漳，一个在地图上要放大好几圈才能看到的小镇，距离上海将近1000公里。伊恩尝试拨通傅家的电话，但一个都打不通，他只能托人捎话、寄卡片、寄书，还有那本他们专门做的图册，记录着 Michael 从小到大的照片。他想让孙子孙女记得自己的爸爸，但这一切都石沉大海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被交到过孩子手里。Jack 原本在上海最好的国际小学上学，如今被送回乡下，环境变了，课本变了，连身边的同学也变了。可傅家人呢，似乎并不在意这样剧烈的生活变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。屡次联系对方无果之后，伊恩终于明白，不是联系不上，而是直接被拉黑了。
他真的不明白，这家人呢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们的女儿杀死了他的儿子，现在还要让他彻底失去自己的孙子孙女？他咨询了中国的律师才知道，根据中国法律，只有父母才有权利决定谁来照顾他们的孩子。在傅薇薇入狱后，他给哥哥和父亲写了一封授权书，指定他们为孩子的监护人。正是这份文件成了傅家掌控孩子命运的法律依据。伊恩终于明白，如果不通过法律途径，他将会永远失去这对孩子。他不能让他们忘记自己的父亲，不能让他们的血脉在沉默中被掐断。于是他决定提起诉讼，争夺抚养权。2017年11月，傅薇薇杀人案开庭在即，傅家突然转换了态度，开始频繁地联系伊恩，态度诚恳又低姿态。他们希望他能出具一份谅解书，为薇薇争取减刑。这个请求呢，被伊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个杀了我儿子的人。”法庭上，傅薇薇的律师企图用正当防卫来脱罪，但伊恩提交了英国法医的尸检报告，显示 Michael 是在背对傅薇薇的时候被袭击的，总共身中4刀，右侧颈内静脉被割断，右锁骨下动脉及右肺上叶破裂，可谓是刀刀致命。这不是自卫，是处决呀！棱镜也遭到重创，右上臂3大神经全部断裂，肌力低于3级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在这些铁证面前，傅薇薇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，等待他的最高是死刑，而他的家人还将承担对 Michael 和棱镜家属的巨额赔偿。这对年收入只有7、8千的傅家老两口来说，将会是天文数字。而就在这个关口，傅家人的态度终于松动了。他们同意伊恩和孩子们见见面。2018年3月，距离 Michael 遇害近1年，伊恩终于在襄阳的一家酒店见到了 Jack 和 Alice。这场会面被限定在6个小时之内，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，但对伊恩来说已经弥足珍贵了。然而孩子们的生活条件比他想象中还糟糕。他们俩和表兄弟挤在一个小卧室里，生活条件和在上海的时候天差地别。俩孩子根本不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。姥姥姥爷告诉他们，爸爸妈妈出国工作去了。在农村这种说法很常见，留守儿童太多了，没人会怀疑。傅家说，这是一种善意的谎言，现在孩子们还小，等他们长大了会告诉他们真相的。但是伊恩却完全无法接受，他觉得这不是保护，只会让孩子们误会父亲不爱他们了，抛弃了他们，否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，连个电话都没法打呢？ We've got to tell her that every advisor has told us that the children should be told the truth. 更令人气愤的是，舅舅傅国军竟然对孩子们说，你爷爷奶奶根本不爱你们，不想要你们，所以才不来看你们。原本一直跟着爸爸生活的 Jack 和 Alice 英语就快不会说了。伊恩从英国带来了一本 The Wind of the Willows， 那是 Michael 小时候最爱的书。他想着也许能用这本书换回孩子们一点对父亲的记忆。他坐在沙发上一页一页地读着，声音温柔而缓慢。可 Jack 的眼神却是空洞的，他听不太懂了，只是偶尔跟着念出几个单词儿，磕磕绊绊，连一句完整的英文句子都拼不出来。那一刻，伊恩的心猛地一沉，他意识到他的儿子不只是被杀死了，连活在孩子记忆里的部分也正被一点一点地擦掉。他翻出一摞老相册，里面全是 Michael 和孩子们小时候的合影。Jack 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，眼圈慢慢红了，声音低低地问，我能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吗？这句话就像是一把钝刀扎进了伊恩的心窝里。他几乎脱口而出想说可以，但是他不能。这次会面后伊恩也改变了想法，他向傅家人表示他们愿意出具谅解书，放弃全部的经济赔偿，甚至愿意再补偿1万英镑，只求能把2个孩子带回英国，接受更好的教育，过上正常的生活。但是对方呢，拒绝了。他们说傅薇薇担心孩子们一旦去了英国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没过多久，傅家人的态度又忽然转变了。他们的律师联系到伊恩，明确提出，孩子呢不是不能带走，但条件得加码。除了出具谅解书，还要支付他们家6万3千英镑，大约55万人民币。律师解释说，这笔钱呢是押金，是经过谨慎计算得出来的数额，用来保障孩子们未来每年至少能回国1次，机票、签证、住宿、生活费全都算进去了。伊恩这才明白，孩子的抚养权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可以变现的筹码，而提出这个条件的人正是舅舅傅国军。从一开始这一切都是他一手操盘的。They said they'd rather have the money than let their daughter go
to prison for life rather than 10 years. And we, Linda and I were at the court, and when it happened, we just couldn't believe it. 伊恩听了之后怒火中烧，对律师说：“他们杀了我儿子，现在还想让我花钱赎回我的孙子孙女儿。”他的律师也提醒他，这种事儿一旦答应了，下一次他们开口要的可能就是100万了。眼看跟富家人谈不下去了，伊恩把最后的希望投向了傅薇薇。她是孩子的亲妈，再怎么说也该希望孩子能过上好日子吧。事实上傅薇薇心里很清楚，她的父母都是文盲，不会教孩子，不会讲故事，不会用英文点外卖，更别提什么教育、人生规划了。主审这场抚养权官司的法官呢，还特意的进了监狱，亲自去问了傅薇薇的意见。他当时点头承认，说如果跟着爷爷去到英国，孩子的未来可能会更好。他也说，他当然希望孩子能比他强，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伊恩原以为这事能成，但没想到傅薇薇还是不肯松口，哪怕他自己的人生已经撞上了墙，他还是不愿意让孩子们离开。哪怕那是一扇通往希望的大门，他也选择亲手给它关上。无奈之下，伊恩决定亲自去监狱找傅薇薇谈一谈。这趟探监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折磨，因为他一点也不想面对这个杀了自己儿子的女人。但是为了2个孩子，他必须咬牙忍下这口气。他把孩子们的现状告诉了傅薇薇。Jack 和 Alice 被带回湖北农村，生活和教育条件太差了。Alice 一个女孩，晚上还要和几个表哥挤在一个小屋子里睡觉，而且因为他们的外貌与众不同还时常遭到村里的孩子欺负，没人疼没人护。伊恩一边说一边忍着眼泪，耐心地劝他，如果孩子们回到英国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， Alice 可以学芭蕾， Jack 能参加童子军，还会请中文老师，不会让他们忘了中文，每年也一定让他们回中国来探望他。伊恩说，我不是要夺走他们，我只是想让他们有更好的未来。伊恩说的呢很诚恳，没有一句指责，只求他松口。然而即使这样，傅薇薇还是拒绝了。他全程情绪平静，没有为 Michael 的死说一句抱歉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孩子的事儿我交给家里人决定。听到这话伊恩的心彻底凉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他也不再犹豫了，随即拒绝出具谅解书。2018年7月9日，一审判决下达，傅薇薇被判无期徒刑，赔偿 Michael 家属15万人民币，赔偿邻近29万。伊恩的态度似乎是彻底惹恼了傅家，他们再次切断了他和孩子们的联系，监护权案也彻底陷入了僵局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伊恩只能求助于英国驻中国大使馆，但使馆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。而且在过去的跨国婚姻离婚案件里，法院通常会倾向把监护权判给中国一方的家庭成员，尤其是孩子已经和外祖父母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情况下，法院会更倾向于维持现状。孩子监护权的拉锯战已经打了1年多，法院的态度也很明确，没法强行裁定，希望双方能够协商解决，说白了就是各退一步。伊恩很清楚，再不做点啥，自己真的要永远失去孙子孙女了。他开始认真考虑用钱来换孩子的可能性，虽然憋屈，但这似乎是眼下唯一的办法。然而刚露出一点妥协的姿态，傅家人又变卦了。他们表示，即使给钱，也只能带走妹妹，留下哥哥。理由呢也很炸裂，说哥哥 Jack 以后可以照顾他妈，等他出狱之后呢，还能有个依靠。这话听得一眼差点没气疯。他们不仅要把兄妹俩强行拆散，还要让 Jack 在小年纪就背上沉重的负担，这是养孩子还是养工具人啊？这根本就不是为了孩子考虑，只是在为自己的晚年铺路。可是呢，冷静下来之后，伊恩想明白一件事，能先把 Alice 带走就带走，这已经是迈出关键的一步了。最终他用大约8万人民币的现金换回了 Alice 的监护权，以及与 Jack 定期视频通话、每年1次探望的权利。这是一场交易，但他别无选择。接到 Alice 的那一刻，伊恩没有一刻耽搁，拎着行李箱立刻坐上了车。坐在车里，他死死地盯着窗外，生怕回头再出什么幺蛾子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这是胜利还是失败呢？他终于抱回了一个孙女，但那个孙子却还是留在了他那个最不放心的地儿。那天晚上，Alice 在酒店房间里安静地睡着了，伊恩站在窗边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。他知道这场仗还没打完，把 Jack 接回来将是他下半生的全部目标。在 Michael 死后，伊恩曾无数次想给儿子写一封信，表达对他的思念和祭奠，却始终没勇气动笔，因为孩子还没带回来。
但是带着 Alice 返回英国的那天，他在飞机上终于写下了那封迟到许久的信。在信的结尾，他写道：你的女儿有着和你一样的笑容，她就像是一颗小星星，点亮了我的世界。回到英国后，生活开始慢慢好转， Alice 渐渐能讲英语了，也展现出对绘画的兴趣和天赋。每天她都会用微信和哥哥视频聊天，伊恩也会出现在屏幕前，叮嘱 Jack 要好好刷牙，敦促他重新开始学英语，为将来做准备。屏幕之外，他们继续和中国的律师沟通，争取 Jack 的抚养权。伊恩很清楚，这家人油盐不进，认钱不认人。他向副驾提出了一个新方案，一次性的支付4万英镑，约35万人民币，存在傅薇薇的名下。等他出来呢，这笔钱连本带利或许已经翻倍，这样他就不用再指望 Jack 为他养老了。截至此时伊恩已经为了监护权大战至少花了10万英镑了，这其中包括律师费、往返的机票、住宿，还有给富家人的钱等等，几乎是他所有的养老金。他本该退休安享晚年的，却为了照顾孙女、争夺孙子的抚养权，在70多岁的年龄重返职场。他说，要向杀害他儿子的人付这么多钱是非常困难的，但如果这些钱能把 Jack 带回到英国，让他和 Alice 团聚，那这就是他必须要做的事儿。可即便如此要在短时间内凑够4万英镑仍不容易。他的邻居为此发起了一个众筹活动，名字就叫赎回 Jack， 目标是1万英镑，截止目前仍未筹满。但是伊恩早就想好了，等到 Jack 回来的那一天，一家人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去看桑德兰队的比赛，因为那是他们爸爸最爱的球队。以上这些进展全部截止于2020年。此后媒体再也没有跟进过这家人的最新状况。Jack 是否已经回到了英国，没人知道。但从伊恩的社交媒体来看， Jack 的身影依然缺席，大概率是还没有团聚。我们 M2 的小编呢也尝试联系了伊恩，但是截止到视频录制的这一天呢都没有收到回复。他最后的一次更新动态是2024年4月1日，那天他发了一张 Alice 亲吻 Michael 的老照片，配文道：如果你还在世，马上41岁了，永远爱你，想你。原来第二天就是 Michael 的生日，而这张照片也无声地提醒着人们，这家人所承受的伤痛恐怕是一生都无法抚平了。其实讲到这儿，咱们再回头看这个故事，都是从伊恩一家的视角出发的，因为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根据他的采访来写的。而站在傅薇薇的立场，也许说他有难以言说的委屈，只因为他在监狱里没机会对外界说出自己的故事。比如他或许是受困于重男轻女的家庭，早年辍学打工吃了不少苦，或许是患了产后抑郁症 Michael 没能及时发现，或许是在婚姻中他被忽视被冷落，没人抚平他的伤痛。但是这些都不是孩子的错。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他明明了解自己原生家庭的局限，也清楚孩子生活的落差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困在原地，重走他来时的路。父母之爱子理应为其计深远，可他却亲手拴住了 Jack 通向更好未来的脚步。而要说这场巨大的悲剧里，唯一值得庆幸的，竟然是傅家那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反倒给 Alice 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，让她能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在和哥哥视频的时候， Alice 分享了自己的生活。她兴奋地说，我马上要在英国上小学了，真希望你能来这里帮我写作业。 Jack 回答，我会来找你的，但是首先我要找到我们的妈妈。他们的天真让人心碎，但这种被蒙在鼓里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。到英国一段时间后， Alice 曾问过 Ian 是不是妈妈对爸爸做了什么坏事啊？在专家的建议下， Ian 委托一位讲中文的朋友委婉地告知了孩子，爸爸已经过世，而妈妈在监狱里。而至于 Jack， 他今年就要15岁了。在这个任何信息都触手可及的时代，他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谎言里，他终将看到父母的命运和两个家庭的交锋，直面那段血淋淋的过往。有人说这是一段跨国婚姻失败的故事，也有人说这是一场由原生家庭、文化冲突、晦暗人性所引发的连锁反应。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这场悲剧的后果最终都压在了两个孩子的肩上。等到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他们也许会愤怒、会迷茫、会痛苦，但我们希望到了那天他们也许能记起，曾有人为了他们的自由、尊严和未来拼尽了全力。愿那份爱的力量成为他们穿越幽暗的火种，成为照亮他们记忆的微光，最终走出困局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。感谢收看 M2 档案，咱们下期再见。